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。我涨了啊！列车已经到达扬州东站。作为联合国授予的8座美食之都之一，扬州的美食数以千计。长沙人到扬州的第一顿，当然要吃广州姐姐推荐的餐厅。什么好吃到飞起！这一盆沸腾状态下的臭豆腐烧肥肠，简直是鲱鱼罐头做火箭，臭气熏天。好在腐烂妹子吃着臭干子长大，不怕。好软，不似长沙臭豆腐那种外酥里嫩的口感，它从里到外都如棉花般柔软，没有酸甜的汤酱，只有咸辣的卤香，伴着一阵热气团团，在食道的尽头缓缓消散，令望穿秋裤的绵羊倍感温暖。再来一口烧肥肠，抿起来不过分溜滑，咬起来不过分软趴，多嚼几下，锅底的3分麻5分辣，便随着喷溅的汁水一起迸发，在雏形的味蕾来回摩擦，就连打底的豆芽都叫人舍不得停下。吃光了38一锅的烧肥肠，再尝尝28一份的油焖蚕豆。顾名思义，就是用翻滚的热油吸收蚕豆最精华的香气和营养，之后气豆食油一饮而尽，便能开胃健脾，活血化瘀。哎呀，这真的会胖死去。皮像被炸过一样酥酥润润，肉像被蒸熟一般粉粉嫩嫩，茴香的气息浑厚而馥郁，沿着鼻梁直冲头顶，一丝尖锐的辣意偷袭，扎得舌尖微微麻痹，绝对是这颗小蚕豆的点睛之笔。之后的几个菜品或平和，或清鲜，或香脆，或酸甜，而且真材实料，物美价廉。只是这盘炒饭米粒不够干爽，但也不成丝状，这是在另一家店吃到的扬州炒饭，请大家自行对比。10点，感觉自己好像被打了一顿，好酸啊！扬州人的惬意，除了睡前的水包皮，还有晨起的皮包水，其实就是喝早茶。茶社的菜品都大同小异，而必吃的餐点则是扬州双绝。小巧玲珑，白里透绿，饿了一上午的绵羊来不及观赏，便一口吞下。柔软的面皮如宣纸般轻薄又柔韧筋道，清脆的荠菜如木屑般碎小又毫不枯燥，粒粒咸鲜的火腿味道为原本素雅的烧麦点缀了一缕荤腥的妖娆，实在是妙。好好吃。再来试试双绝之2的千层油糕，层层的油面均匀相间，软软绵绵，湿湿黏黏，那沁人心脾的香甜只叫人飘飘欲仙。全然不觉桌上多了一盘黄豆焖猪脚圈，看看这桀骜的造型，红润晶莹，沉稳霸气，爱啃猪蹄的女孩小腿不会太细，嘿嘿，并不似想象中那般软糯细腻，剔透的猪皮带着十足的韧劲和微微的弹性，只等指尖稍稍用力，它便轻而易举的骨肉分离。黄豆那清澈的香气，裹住酱汁那醇厚的甜蜜，直钻心底，令人无比欢愉。接下来要登场的，据说是乾隆爷同款5丁包，一只要价58，只有奢侈的同桌才舍得点它。善良的绵羊决定先帮同桌浅尝一口，看看包子的内馅蒸熟了没有。有点糯，有点咸，有点脆，有点黏，精挑细选的5种内馅，香气交织缠绵，口感瞬息万变，而且越嚼越甜，越品越鲜，明显胜过了此行吃过的另一家店。哇，这么大块的海参！你背着我们吃了多少东西？挑战家庭版扬州炒饭八宝葫芦鸭。扬州炒饭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以为扬州炒饭就是在蛋炒饭里加上火腿和豌豆，直到上个月，我吃到一盘88块钱的扬州炒饭。然而，如果不是难得一次的外出游玩，谁会舍得点这么贵的蛋炒饭？哼，自己在家做肯定更加划算。标准的扬州炒饭，米粒要透亮晶莹，那就得选择干爽又扁平的鲜米，而不是软糯又粘牙的精米。之后反复淘洗，直到浑浊的淘米水变得清澈见底，煮出来的米粒便会光洁白皙。bling bling。标准的扬州炒饭，米粒要颗颗分明，
那自然得用隔夜的米饭。但自讲卫生的你，应该不会像这样让米饭一整晚睡在锅里，放着鲜长杆菌的生长吧？正确的方法是在米饭冷却之后，立刻密封冷藏，给它足够的时间脱水就行。标准的扬州炒饭至少需要3个鸡蛋。等等，这到底是哪来的标准？你自己看。将备好的鸡蛋打散搅匀，再网筛过滤，直到它丝滑细腻，毫无颗粒。接下来便是最难的部分，要做出和原版一样的蛋花细丝儿。在经过长达6次的匀炒蛋之后，自制聪明的绵羊毅然胸有成竹。先控制油温，再倒入蛋液，然后搅拌成丝儿丝儿丝儿。哎呀，别坨了。没关系，不要紧，不过是手抖了几下而已，导致蛋液的流速不够均匀。只要换上小嘴的工具，就肯定没有问题。哦呀，这个丝滑，哎呀，好小哇！跟我刚刚根本不是一个东西。哎，缠住了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。自制聪明的绵羊毅然胸有成竹，左手掌握蛋液的流速，右手 no， 右手要像没有感情的机器一般飞速搅拌，刚刚成型的蛋丝才不会四处纠缠。这时候赶紧转成中火，轻轻拨弄，确保它又细又软，不松不散。注意，一定要挑选最新鲜的鸡蛋，只有足够粘稠的蛋白，才能拉出蛋丝细如呆毛。哇，看！一碗优秀的炒饭，配料可绝不仅限于鸡蛋，所以拿出我做狮子头剩下的鸡高汤，以及做5丁包剩下的大连海参，还有当天采购的香菇鸡肉、火腿春笋，一同下锅，小火煨熟，再一个一个切成小颗小颗。脖子酸了。米酒泡发的干贝撕碎，淀粉包裹的鲜虾煮沸，还有这题我会，是仿叔剩下的豌豆啊呸！豌豆一定要当天现包，才能入口即爆，所以千万不要偷懒买包好的哟。一份完美的炒饭要最大程度的激出食材本身的鲜香。首先热锅冷油，倒入配菜，煸出香气。再盖上米饭，翻炒均匀。经过长时间的冷藏脱水，此时的米饭略微有些干硬，所以我又加入了少许煮配菜剩下的鸡汤，既浸润了米饭，又点缀了鲜香，妙啊！然后下蛋丝入锅，唰，撒上第一把葱花，激出蛋香和米香。脆嫩的豌豆不宜久炒，入锅之后迅速撒上第2把葱花，以及盐、虾子和米酒提味。起锅前还得再撒一次葱花提香，菜香、蛋香、饭香、葱香。对比原版，除了配料的用量丧心病狂，其余几乎一模一样。米饭粒粒分明，蛋花形如木樨，咸香奔涌四溢，口水不停狂滴。烫，滚烫的火气仿佛迸发的火山，炙热的口腔被完全侵占。当疼痛渐散，才发觉这米饭好干，看起来圆润鼓囊，嚼起来分外干爽。随着结实的咬肌微微发酸，潺潺的米香便开始慢慢膨胀。有咸香，有鲜香，有蛋香，是 Q 弹，是硬朗，是滑爽，渗进米粒中的各路暗香，在不经意的刹那一起绽放，口感松软得当，回味余韵绵长。群都爆炸。八宝鸭。八宝鸭原是苏浙一带的传统名菜，后入宫廷，成为了名满紫禁城的御膳料理。因为它体态圆鼓，形似葫芦，所以又名八宝葫芦鸭。这道菜最容易翻车啊呸！最大的难点就是要将鸭身完全去骨，还得保持鸭皮不破。如此精湛的手艺活，自然是交给热心的摊主。老板，你们这里可以给鸭子去骨头吗？我不能既然如此，那就只能硬着肚皮来完成我扬生第1次的剥皮脱骨。根据网络上的教程，得先将4肢的骨头全部斩去，这就需要对鸭身的构造了如指掌。完美。为何如此熟练？哼，还不是因为平时最爱吃的就是鸭翅和鸭腿。很简单嘛。接下来找到鸭的锁骨，然后没有了锁骨的连接，就能轻易的把鸭皮翻个里外朝天。
众所周知，无论是人是鸭，身上脂肪最薄、最容易被割破的部位，绝不是肚皮，而是后背。所以一定要轻轻的刮，慢慢的划，小心翼翼的将鸭骨剔下，再翻个面，就是一件完美的小马甲。注意，鸭屁股里还藏着臭臭的尾脂腺，必须彻底切除。完美的鸭皮。看在它状似爱心的份上，姑且先留下，清水冲洗，擦拭干净，再做个姜葱椒盐料酒的混合沐浴。鸭头也要一起，滴答滴答滴答滴。先取出鸭身，冲个清清爽爽，再拿起鸭头，躲成逃爆。葫芦鸭讲究骨不挂肉，肉不带骨，但更重要的还是皮不能破。鸭皮的每一处伤口都要进行仔细的缝合，手术很成功。灌进去的馅料才会滴水不漏。屁股还没有，别吵，都缝死了，从哪去塞？八宝饭。拿出提前浸泡了一整夜的泰国糯米，水水润润，白白嫩嫩，再入蒸锅蒸15到20分钟，蒸到它半生不熟，滑滑溜溜。再加入生抽、香油和盐，将原本白嫩的糯米拌至咸淡合宜，色泽均匀。在古代，御膳用的八宝馅料，无论品种还是用量，都极为讲究。而现在，大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口味随意搭配，爆香鲜嫩的梅肉和处理过后的香菇海米火腿、冬笋莲子原贝，食材7味，唰唰，再混入糯米一堆，美。香浓的馅料将扁平的鸭身一勺勺填满，灵活的手指将塌软的鸭皮一步步塑形。蒸之前先入温泉沐浴，令鸭肤紧致定型。哎呀，好舒服呀！再进蒸锅桑拿2个小时以上，原本生硬的内馅便会逐渐软烂，慢慢膨胀，油润透光，满是飘香。噗嗤噗嗤噗嗤。怎么会这样啊？爆皮时没有一粒糯米是无辜的。就多了这一小口。8点，饭吃7分就饱，料塞8分就好。内馅受热之后会明显膨胀，所以每多灌一点，就多了1分爆皮的风险。而且今天摊主下手太狠，伤口太深，所以多缝了10几针。噔噔。最后一步更不容有误，先用晶莹的蜂蜜水包裹住软糯的鸭皮，再烧一锅热油，均匀浇灌，直到表皮透出醉人的棕红，酥软紧绷又轻盈蓬松，色泽油亮，浓香奔放，形似葫芦，寓意福禄，内藏乾坤，八宝养生。惠灵顿鸭排。随着一声清脆的滋啦，皮下肥美的油花忽然爆炸，迅猛又优雅，浑厚又融洽，落在舌尖软软趴趴，传到大脑酥酥麻麻，伴着阵阵入耳的吧唧，一股鲜醇的暖意冲破了门牙之间的缝隙，尽情肆意，与肥厚的鸭皮纠缠在一起，将深夜的味蕾反复宠溺，赶走了一切的疲惫与阴郁。滋啦滋啦，吧唧吧唧，吧唧吧唧，滋啦滋啦。火腿的香咸，鸭皮的酥绵，原贝的甘鲜，糯米的湿黏，夹杂着莲子那含蓄的清甜，若隐若现，时近时远，绝对值得你点赞一整天。